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攸关台海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解放军铤而走险，尝试渡海攻台，他们脚下的船能有几艘完整地开到对岸？台湾手握2000枚反舰飞弹，400辆海马斯火箭发射车，满地插满肩扛式刺针飞弹，早已把台湾海峡布置成一座死亡之海。小粉红们口口声声3天解放台湾，但在吹牛之前，是否该先照照镜子问问，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打击火力，他们真的敢冒险把数十万大军送上那片恶海吗？试想那样的场景，某个黎明前的黑夜，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灯火通明，成百上千艘载满士兵和坦克的灰色登陆舰，2栖运输船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挤满了头戴钢盔的解放军官兵，心中五味杂陈，有人紧握枪械，有人默默望向漆黑的远方。此时他们脚下唯一的立足点就是那一艘薄薄的钢铁船壳，四周是茫茫大海，头顶是漆黑夜空，他们的目的地正是远处目不可及的台湾海岸线。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后不久，远处台湾的山峦还隐约沉睡在夜色中，但是就在解放军官兵以为黑暗能暂时庇护他们时，意外的变故发生了。最前方的一艘2栖登陆舰雷达突然尖锐地鸣叫起来，打破了海上的死寂。几秒钟内，更多军舰的警报此起彼伏地响成一片，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被台湾方面的探测雷达锁定了。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早在解放军船只集结之时，台湾遍布沿岸和外岛的长程雷达、岸基光电感测器，甚至潜伏的无人机就已经远远发现了海上的异常动态。现在数十枚高速掠海而来的反舰飞弹正破空袭来，划破夜幕。几道细长的火光在漆黑海面上突然出现，以音速般的闪电之势扑向舰队。领头的一艘071型船坞登陆舰匆忙启动近迫武器系统，猛烈开火，试图拦截飞弹，掀起一连串炫目的弹幕和火花。然而那些台湾发射的反舰飞弹，有的贴近海平面疾驰，有的甚至在末段突然拉高俯冲，动作诡谲难测。只见其中一枚高速飞弹闪过层层弹幕，狠狠撞上了这艘巨大的登陆舰侧舷。片刻之后，夜空中传来一声震耳巨响，整艘战舰猛然喷出火光。数百名挤在舱内等待登陆的解放军官兵甚至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连同他们的钢铁巨兽一起被爆炸撕成碎片。海面上泛起巨大的火球和浓烟，残骸碎片四散飞溅，幸存者惊恐尖叫，海水瞬间洒满浮起的残骸和落水的士兵。此时此刻，其他中国登陆船上的将士们也亲眼目睹了这可怕一幕。他们原本被灌输说台军的反舰飞弹没什么用，如今却眼睁睁看着友军的运输舰被一枚飞弹击沉，数百条人命顷刻随船殉葬。他们终于明白，在汪洋大海上，脚下的船只就是他们唯一的立身之地，而一旦这脆弱的生命之舟被击穿击沉，他们将如无根浮萍般沉入无情的大海，任凭装备再先进，士气再高昂，也无济于事。这还只是开始。随着第一波反舰飞弹袭击的展开，台湾西海岸密布的飞弹发射车此刻宛如沉睡已久的豪兽，忽然苏醒。一辆辆伪装在林地、海岸碉堡或机动于公路的发射车同时抬起发射架，对准台海上庞大的入侵舰队倾泻出新一轮杀机。仅仅数分钟内，又有20-30枚各型反舰飞弹接连从沿岸不同位置射向海天交界处。从陆基发射架上升空的雄风2型和3型飞弹拖着尾焰掠向大海，还有从机堡中飞出的雄风反舰无人机滑翔到海面低空寻找猎物的踪迹。台湾的轻型快速舰艇机动发射载具四处开火，不断发射新一轮的飞弹，甚至连台湾空军的战机此刻也紧急升空，远距发射美制 AGM-84 鱼叉飞弹助阵。可以说，短短时间内，四面八方有如雨点般的各式飞弹朝着解放军舰队铺天盖地的袭来。解放军舰队顿时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与恐惧当中。一些比较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疯狂发射干扰丝、诱饵火箭弹，希望能欺骗来袭的飞弹制导系统。一枚枚干扰弹在空中炸开，
散出明亮的美光和红外热焰，企图引诱红外或雷达导引的飞弹偏离目标。同时，舰载防空飞弹和快炮近防系统也在全力开火拦截，形成弹雨交织的火力网。然而，台湾方面精心准备的反舰攻势早已考虑到敌方的防御，采取齐射饱和攻击策略，一次性在不同角度、不同高度投入远超对方拦截上限数量的飞弹。再锐利的防空之箭也架不住飞弹密集如雨点般袭来，霎时间又有数枚飞弹撕开了防御火网的缝隙，分别命中了解放军舰队中的多艘舰艇。一艘较小的072型登陆舰被2枚雄风2型次音速飞弹从左右两舷几乎同时命中，船体剧烈震颤，顷刻断成2截沉没，甲板上载运的数十辆军卡和补给品散落海中，随浪漂浮。另一艘属于新锐075型2栖攻击舰的巨舰，虽然舰体庞大，但也被台湾超音速的雄风3型航母杀手重创。这枚飞弹以3倍音速直插舰桥，强大的动能外加高爆弹头在舰体内部引发剧烈爆炸，直接将整座舰桥掀飞，船上的指挥中枢顿时化为火海。更远处，一艘护航的54A 型导弹护卫舰虽然成功拦下1枚来袭飞弹，但另一枚鱼叉飞弹紧随而至，钻入吃水线下爆炸，顿时撕开船底一个大洞。这艘护卫舰无力继续战斗，开始倾斜进水，其上的官兵仓皇逃离炮位。不到半小时光景，解放军原本气势汹汹的第一波2栖攻击编队就被打得人仰马翻，多艘大型登陆舰起火燃烧或沉没，运载的部队和重型装备沉入海底，还未着陆，成百上千名士兵便葬身鱼腹，让原本计划嚷嚷3天灭台的狂言顿成笑柄。此时，在台湾西部海岸某处，一处伪装良好的飞弹阵地内，数名台湾飞弹部队官兵透过雷达荧幕与无人机回传的画面，凝视着远方海面上升腾的火光。他们没有时间庆祝战果，因为战斗尚未结束。指挥官冷静地下达下一波齐射的命令，所有发射车迅速转移阵地并装填备弹，准备再战。这群官兵日复一日的训练，等的不就是现在吗？他们深知身后就是自己的家园与亲人，一步都不能退。一位年轻士官默默摸了一下贴在钢盔下的家人合照，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他快速操作导引系统，锁定一艘尚未被击中的敌大型运输舰，随即按下发射钮。伴随剧烈的火光，一枚反舰飞弹从发射箱中腾空而起，直扑目标。片刻后，远处通讯频道传来观测哨兴奋的呼叫，命中目标。这位年轻士官长长吐出一口气，拿起对讲机报告：敌舰受创，继续射击。他的双手仍旧微微颤抖，但心中的恐惧已渐被满腔的愤怒与守土决心取代。整个阵地里，台湾士兵们的士气随着每一次成功击杀而高涨。他们明白，正是自己手中的飞弹为台湾赢得了一线生机。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本岛之外，国军控制的金门、马祖、澎湖等外岛也可能成为战争初期的焦点。由于他们地处前线且孤悬海外，解放军很可能先集中火力攻击夺取这些岛屿，以瓦解台湾的外围防御。然而，外岛守军的抵抗至少能争取到宝贵的预警时间，并消耗敌方一部分兵力和弹药。金门、马祖等地面积有限，驻军相对单薄，但地形复杂且设防完备，也足以让解放军付出不小的代价。如果外岛终究难以固守，台湾军方也做好了最坏打算，可能会撤离主要部队并摧毁岛上重要设施，避免资源落入敌手。外岛的得失虽不直接决定战局成败，但其象征意义重大。中共若动手攻占外岛，等同于正式揭开战争序幕，台湾本岛将立刻进入全面作战状态。这时，台湾反而能利用敌军忙于攻岛的时机，更从容地完成本土防御部署，挫败敌人的奇袭企图。现在，我们不妨冷静拆解一下解放军可能的剧本，以及台湾方面的因应。首先，解放军若真想发动突袭，他们必须在大举登陆前做大量准备工作，数十万部队调动，上百艘船舰集结，绝非一夜能成。早在登陆前几周甚至几个月，大陆沿海港口就势必出现异常繁忙的迹象，铁路在不停向码头输送坦克和补给，部队在沿海集中待命。
大批民用运输船被征调涂上伪装色。这一切，即便中共严加保密，外界透过卫星和情报也很难完全忽略。21世纪的今天，高解析度商业卫星每日掠过台海，各国情报机构更是对风吹草动保持敏感，一有异样，台湾和国际社会必然高度警戒。换言之，解放军几乎不可能复制当年诺曼底登陆的战略奇袭。一旦迹象显露，台湾军民就会进入临战状态，飞弹部队机动到预伏阵地，各重要机场、港口进入戒严管制，战机加紧战备巡航，预备役部队动员集结，甚至民防团体开始构筑路障碉堡。可以想见，当解放军第一波导弹落下时，台湾所受的打击虽然惨烈，但绝不会是一个毫无准备、束手待毙的对象。相反地，台湾有一套保持生存力的预案，重要目标如指挥所、雷达站分散备份，战机与舰艇事先疏散至多处隐蔽机堡和港湾，多层通信网络抗毁，包括光纤、卫星、微波等多渠道，以确保命令传递，各地储备的油料弹药迅速下发部队。就如同乌克兰在俄军猛攻下仍能保持国家机能，台湾也将努力撑过最初的狂轰滥炸，包括以爱国者、3羽天弓、3防空导弹拦截部分来袭弹道导弹，保存实力，等待反击时机。在这期间，台湾西部沿岸线将是最受关注的焦点。从地形上看，台湾西岸地势平坦，是唯一可能登陆的方向。然而平坦不等于易攻，西海岸线虽长达400公里，但真正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的滩岸寥寥无几。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伊安迪等专家研究指出，台湾本岛可供重装部队登陆的主要滩头仅10余处，如北部的林口至观音海滩、桃园竹围附近、台中清水与大肚溪河口一带、嘉义布袋、台南北门、云林麦寮及屏东嘉东沿海等。这些地点无一不是台湾军方经营多年的防御要点。举例而言，在桃园观音海滩和台中清水海滩附近，早已建有坚固的混凝土火力点与地下坑道，滩头背后布满铁丝网、壕沟和反登陆木桩。平日里或许看不出异样，但一旦战争临近，这些预藏的工事将快速完善。高密度的地雷阵埋设在沙滩、浅水处，岸边竖起一道道倒刺般的钢轨巨马，防止登陆载具冲上公路。在南部滨海的七股西湖与北门沙洲，台军甚至计划运用以水拒敌战术，一旦敌军登陆，即开闸放水淹没低地，令装甲车辆无法顺利扩张战果，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可能的滩头都准备了独特的见面礼。此外，台湾对自己的港口城市也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如果敌军企图仿效二战中德军的战术，夺取大型港口以便直接卸载重装备，那么抱歉，台湾方面早已规划反制措施。关键港湾设施如大型码头、船坞预埋炸药，必要时可以引爆拆毁，不给敌人现成的登陆据点。同时，港区附近街道布满预备的反坦克壕和障碍，一旦有散将敌军或渗透特工企图奇袭港口，也将陷入巷战泥淖。简言之，台湾不会让解放军轻松夺取任何一处完好的登陆门户，连能停靠大型船只的码头都要一同毁掉。这种焦土抗战的决心，正是为了防范敌军利用台湾的基础设施迅速巩固桥头堡。再看台湾的纵深地形，一旦登陆者突破滩头线，也不代表安全。台湾西部虽为平原，但河川纵横，灌溉沟渠密布，每隔几公里就是一道天然屏障。比方说云林、嘉义一带有浊水溪与巴掌溪，台南有曾文溪、高屏溪，北部有大汉溪、淡水河。台湾军民可以利用这些河道做防线，破坏桥梁，延制敌军推进。甚至公路上的高架桥也可成为反装甲伏击点，预先装满炸药，当敌车队通过时在高处引爆，造成路障。这些战术看似寻常，却经常在历史上让侵略者头痛不已。例如2022年俄军进攻基辅，乌克兰军队炸毁桥梁，水坝放水淹地，成功迟滞俄军装甲纵队。台湾当然深谙此道。谈到心理与士气，
更是防御战中不容忽视的利器。试想，当解放军历经千辛万苦抢上几片沙滩，环视四周，却发现自己现在陌生而敌意的环境，村庄里没有夹道欢迎的人群，相反，可能埋伏着持枪自卫的民兵。远处庙宇铁塔上飘扬的不是象征解放的红旗，而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台湾旌旗在烈烈风中招展。台湾多年来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愈来愈多民众参与后备军事训练。2025年以后，台湾已编组超过20万的后备部队，暂时将投入各地协防。此外，政府也决定将义务兵役延长至1年，加强对年轻公民的战训，确保全民皆能参与保卫家园。他们虽训练不如现役军人，但守卫家园的决心却是不容小觑的。美军将领也曾说，一支为保卫家人而战的军队，战力足以以一当十。解放军士兵渡海来攻，面对的是一整个不屈服的岛屿，越往内陆，枪口和陷阱只会越多，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付出血的代价，心理压力亦将与日俱增。反观解放军一方，长久缺乏实战考验也是一大隐忧。他们上一次大规模作战还是在40多年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从未有跨海登陆经验。虽然近年来中共军队着力于联合作战演习，模拟攻台推演，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真刀真枪之际仍变数丛生。两栖登陆尤其需要海、陆、空、天、电全方位协同，任何一环掉链子都可能前功尽弃。比方说，登陆开始前的弹道飞弹齐射，若未能瘫痪台湾防空预警系统，解放军运输机与直升机就难以安全投送兵力。而如果他们畏惧台湾飞弹网而不敢派出空军掩护，单靠海上舰炮和远程火箭炮也无法压制台湾滩头防线。又如海空协同问题，舰队需要空中护航，但战机航程有限，需依赖前进机场或空中加油才能延长制空时间。在强敌环伺下，调度稍有失误或通信受干扰，战场局势就可能急转直下。还有一个中共方面不得不慎重考量的因素，大国干预与核风险。且不论美日等国是否会直接出兵，至少美国已明确表示不容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若解放军登陆受挫，他们会否孤注一掷，考虑战术核武？理论上也许存在这种危险选项，但实际操作近乎疯狂。在台湾本岛使用核武，无异于对自己想统一的土地和人民来一场自毁式打击，而且极可能引发美国更猛烈的报复反击。因此核选项几乎只存在于恫吓层面，真动用等同自取灭亡。如此看来，北京如果理性，就会在常规框架内衡量胜算。然而常规路径里，他们仍看不到容易取胜的方案，速战速决的几率极其渺茫，持久消耗又对中国经济和政权稳定极为不利。进退维谷之间，战争胜算不断被削弱，这其中每一项变数都增加了冒险的成本。2025年已至，仍有战争狂人鼓吹所谓2027年武统台湾的时间表，但国际趋势与台湾自身努力正大幅提高侵略的门槛。今天的台湾比起几年前更强大，更难以征服，自制飞弹越造越多，无人机蜂群、制空巡弋飞弹等新兴战力与 AI 监视系统投入运用，美日友邦的情报支援也日益紧密，民心士气更因目睹乌克兰英勇抗敌而愈发坚定。反观解放军，虽然武器装备持续现代化，但真正投入战争才能见真章。理论上谁都可以纸上谈兵喊打赢，但实践中状况百出，再强大的军队也不敢保证零失误。如果中国决策者还有一丝冷静，他们应该看得到台湾的充足准备和自身的明显不足，同时台湾的民主盟友们也不会坐视不管。一旦台湾成功撑过入侵初期，美国、日本等国极有可能以各种方式支援台湾，提供即时情报、后续武器补给，甚至直接派遣海空军力量遏制解放军扩张战果。在美军强大的潜艇部队与远程轰炸力量介入下，解放军本已伤痕累累的登陆舰队恐怕将难逃覆灭命运。这意味着北京若无法迅速拿下台湾，反而会面临大国联手反制，更增添其冒险行动的顾忌。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
北京当局不止一次试图以武力和威胁改变台海现状，但都无功而返。1958年发动金门炮战，企图消灭国军前线据点，却遭遇台湾军民顽强抵抗与美国公开援助，最终中共被迫宣布单方面停火。第二次台海危机以台湾守住前线告终。1995年至1996年，中共又在台湾周边试射飞弹，妄图恐吓台湾放弃首次总统民选，但此举反让美国派出2支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台海附近警戒，向全世界宣示捍卫台海和平的决心。北京在强大国际压力下知难而退，那场台海飞弹危机最终有惊无险的平息。这些历史经验表明，动武恫吓不仅无法征服台湾，反而会激起台湾更强的抵抗意志，也引来国际社会更强力的反制。答案似乎越发清晰，解放军敢不敢渡海？恐怕不敢轻举妄动。一场轻率的冒进换来的只会是整支舰队的灰飞烟灭，成千上万青年士兵的葬身鱼腹，以及中共数十年军力积累的毁于一旦和政权合法性的动摇。台湾海峡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藏杀机。台湾已将自身武装成一只难以下咽的豪猪，满身的尖刺令任何掠食者都心生畏惧。那些满嘴武统易如反掌的好战之徒，如果有机会站上解放军的登陆艇甲板，面对迎头扑来的炮火与飞弹，不知还能否喊出同样狂妄的口号。真正明智的人都懂得，最好的战争就是不必开战，而能避免战争的关键就在于让潜在侵略者明白，这一仗你赢不了，而且代价大到你无法承受。最后，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台湾防御准备得越充分，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因为对手清楚台湾不好打，也打不赢，才会更加谨慎收敛，不敢贸然停险。未来，台湾仍将继续加强自己的武装长次，包括发展更多元的飞弹与无人作战系统，同时以理性和善意呼吁对岸放弃动武的选项。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实力争取而来的。在这场心理与力量的较量中，台湾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不挑衅，但也不畏战。如果你非要来，那就准备迎接你可能承受不起的损失吧。一句话，解放军敢渡海吗？先问问自己能活下几艘船，再决定要不要自取灭亡。